亲亲，想摸8块腹肌大美男。我愿意。绑定恶词对照组系统，传送任务事件。这是诈骗，我要解绑。摸腹肌被洗脑，捏小脸差点死，拍翘臀遭羞辱，咬胸进礼盒饭。解绑无效，完成任务奖300亿，痛苦自动屏蔽。小林，你看了那个女生那么多眼，喜欢人家？这是她点的咖啡，你送过去吧。好烫！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紧张。OOC 第一次叫亲电击警告。任务1：甩少年1巴掌，骂他不长眼，再贬低他一番。这2道机械的声音同时在江佑和周玉的脑海里面响起。江佑瞪大眼睛，一脸疑惑。辅助系统提醒：任务失败，电击1分钟。这哪里是辅助系统，这是要我命系统啊！周玉也听到了，可是他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什么，直到少女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。你不长眼吗？本小姐的腿都烫红了。可是他这句话落下后，辅助系统仍然没提示完成任务，江佑只能硬着头皮开口。我这身衣服你知道多少钱吗？你个臭穷酸，就算你在这里打一辈子工都还不上。抱歉，你的腿烫伤了，我们先去医院看看吧。任务1完成。我陪你去医院吧，医药费我来出。这是什么破人设啊！江佑内心欲哭无泪，可表面还要维持人设，于是冷笑一声。你什么身份？也有资格陪本小姐去医院？江佑说完这句话，已经要尴尬脚趾抠地了。这是什么大小姐人设啊？简直就是胸大无脑、蠢萌恶毒、完美的恶毒女配标志！客人，对不起，他笨手笨脚的，我们送你去医院吧，医药费他全包，再扣他1天的工资，您看这样子行吗？江佑目光有些不满了起来。明明是他撞的，凭什么怪那个少年？虽然他这么想，可还对违背人设心有余悸。去医院不必你们了，我的司机很快就来了，他扣工资了。那这个刚才撞过来的男孩呢？如果不是他，本小姐根本不会被泼到。客人，他只是个孩子。道歉，不然你这家店就别想开下去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下一次我不跑那么快了。小姐，走，带我去医院。你不用干了，今天就收拾了，领工资离开。到了换衣间，周玉正换下衣服，露出少年清瘦又有力量的后背，那后背布满了鞭痕、刀痕和烫伤。小玉，还没下班，怎么要走了？被辞了。打怪兽，打怪兽！周玉安静藏在掩映的树木后，看到小男孩被叫去吃饭，他才不紧不慢走了过去。周玉单臂背着黑色书包离去，整个人都是黑色沉郁的。刚才的少年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女主的养弟了，也是男主之一，病娇阴湿的弟弟，谁不喜欢啊？可惜不是我这个恶毒雌性的。这一本玛丽苏万人迷星级寿氏小说，女主跟随着母亲同另外2个单亲爸爸重组家庭，生活在贫民窟里面，于是她便多了一个异父异母的养弟，一个异父异母的养兄。2兄弟修罗场先不说，女主凭借3A 级精神力进入了玫瑰丽丝贵族学院，跟校园有权有势的 F4们展开一系列强制爱修罗场。而江佑就是那个看上了 F4们的胸大无脑的恶毒女配，无下限勾引 F4们，又因为 F4全都喜欢女主，所以针对女主，欺负女主养兄养弟等等一系列作死的事情。江佑很悲伤，果然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他当初答应的多快，现在就有多悲伤。不过想这些也没用了，就把这些当成小说的人物，做完任务就行了，就像是全息游戏角色扮演一样，通关了就解放了。江佑说服了自己，回了家，他买了好多零食肥宅水，就盘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开着暖气，吃着大西瓜，看着超大电视，好快乐和好幸福。不就是恶毒女配吗？干的就是恶毒女配。听说今年的新生发言代表是席城，之前就听说过他，听说领了很多国家级别的研究奖项，已经是帝国科院的人了。来学校也只是走个过程，领个毕业证。天啊，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雌性，会追寻什么样的雌主啊？大概只有同样优秀的雌性才配得上他吧。要我说啊，谁也配不上席城。也是。谁说的？我觉得咱们佑姐就配得上那个什么席城。佑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佑姐，你也觉得我说的对是吗？佑姐长这么好看，就算是配帝国皇太子也不遑多让。对啊，更何况佑姐还是 A 级精神力的雌性，长得好看，衣品又好，哪个凶手能够拒绝？是啊。在他们身后，周玉走到了刚才江佑扔垃圾的垃圾桶，伸手进去，把刚才江佑扔的牛奶盒和擦过唇的丝巾都捡了出来。快看啊！这个特招生竟然在翻垃圾，真不知道学校怎么想的，
招这种穷酸进来，把咱们学校的空气都染上了那贫民窟的臭味儿。喂，你个小瘪三，给我擦皮鞋！快点快点，咱们杰少的鞋子可是比你手上的垃圾还要贵呢。江佑有意忘记拿发夹折返了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自己不应该走回来的。这种场面是我这种恶毒女配能遇见吗？这种救赎场景应该是女主来呀！我这个恶毒女配过来，岂不是要学上？她作为一个恶毒女配，自然是不可能救赎的，所以江佑面无表情，看一眼周玉就移开了视线，径直往前走去。突然被摁在地上的周玉挣脱了束缚，一拳揍在了林姐的脸上。快来帮忙啊！小优，你们凭什么打人？哟，又是一个穷酸特销生，喜欢多管闲事。我们不仅打他，还要打你。我要曝光你们！好啊，你去曝光，想家破人亡就去。靠，给我揍死这两个臭穷酸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开学典礼要开始了还闹？老师，这特招生实在是太嚣张了，把我们打成这样，您一定要严惩他。你们两个去打扫1个星期厕所。地上的周玉身上都是脚印，他极其缓慢站起来，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教导主任。你要干嘛？特招生还敢有意见？谁叫你过来的？什么谁叫你过来的？我听说有人闹事才来的。谁说的？怎么跟教导主任说话呢？小玉，周玉却推开了周岩，又继续执着向教导主任走去。谁说的？是他吗？他刚才经过了这里。干什么呢？敢威胁主任？小优，你到底要问什么？可是周玉不说话，只是悠悠看向了林姐。看什么看？找打是不是？记得洗1周厕所。明明是他们先欺负人，凭什么只罚我们？旁边的周玉沉默不说话，周岩也习惯了自己这个弟弟安静的性格，也不指望他说什么，只好陪着他先去小医院了。周玉仍在想着是不是他。就在不久前，江佑同几个跟班特意从教导主任身旁经过，故意幸灾乐祸。你们不知道，就在开学典礼的必经之路，有个特招生被打了，好惨啊，看着就好笑。那几个人也不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校外的人看到，坏了我们学校的名声。他内心还有些忐忑的，直到他看到教导主任果然出去了，而他也没收到系统 OOC 警告，这才放松下来。江佑同3个跟班一起去了治愈一班的位置坐下了。大礼堂很大，灯光也辉煌璀璨，贵重木质色的地板和红色座椅，高雅又不失大气。任务2已发布，宿主请查收。辅助系统提醒：任务失败，点击1分钟。对了，优姐，你找到发夹了吗？没找到，估计不知道掉哪里了。那个发可是要100万多啊，丢了好可惜。等开学小点结束，我们去找找吧。不用了，100万多的发卡而已，丢了就丢了。优姐好厉害，好有钱。好了，晚上请你们去清风阁吃饭。天啊，清风阁预约都排不上，佑姐太厉害！开学典礼开始了，主持人先来了一段开场白，然后校长讲话，下面的人昏昏欲睡。下面有请新生代表席城同学上台发言，掌声欢迎。江佑正心烦意乱玩着手机，他想着自己的任务，一想到等下要做什么，他就感到社死。大家好，我是席城。席城平静地述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，江佑听完也就听完了。别看席城在这里说的多好听，多鼓励人，但他本身仍是个极其冷漠的人。接下来进入提问环节，有什么困惑都可以向我提问。正在江佑深呼吸做心理建设的时候，好社死！当众告白，我上辈子都没做过啊！刚想要举手，不远处就有一个女生站了起来。席同学，我这枚灰色的胸州，努力也能得到想要的吗？心念所至，行必能达。外界赋予的声音不该成为你自己的标签，你身上的标签也该由你自己来书写。不愧是男女主，真是灵魂的共鸣。这个特招生什么意思？胸针颜色怎么了？他一个底层平民就只配戴这种灰色胸针，还妄想跨越阶级，真是做梦。他也懒得吐槽了。轮到下一次提问，他又深呼吸一口，准备举手，谁知道还没举起来，前面又有一个少女先举手了。席同学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？怎么有人比我先告白了？笑死，他什么货色？一个红色胸针也敢妄想席先雪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什么东西？席先雪是他能高攀的吗？这种贱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，简直自找耻辱，是吧？月姐，我也被骂了，怎么不想当众表白了？可任务必须完成。抱歉，同学，我并没有这个想法，希望你把心思放在别处，好好提升自己。新学期新气象，希望大家在这几年好好提升自己，不负韶华，好好提升自己。问答要结束了，我还没完成任务，催命啊！席城也听到了这个机械的声音，要完成任务的人是谁？席城，本小姐看上你了，识相点就成为我的男朋友。大礼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他原来喜欢的也是那样耀眼的少年。社死，好社死，快点拒绝！
席城银色的眸子一动，刚才那一瞬间，他竟然真的考虑了一下，要不要成为她的男朋友。你很有勇气，但同样抱歉。哼，装货，其实你也就那样罢了。任务2完成。原来是他。任务2，那1是谁？江佑坐下之后，就低头玩起了手机，看起来很忙的样子。人在尴尬的时候，就会显得很忙。我记住你了。你别记住我啊！果然是得罪人家了。没事没事，本来做任务就要得罪的，后面还有更作死的，演一闭尸体一躺就过了。佑姐，他就是有眼无珠，才看不上您的。谁教你这么安慰的？别提这事儿。佑姐，没事的，咱们晚上可以去点10几个男模。江佑，真丢脸啊！启蒙，你笑什么？粉都掉了，整容脸。你们几个，别以为有江佑罩着我就不敢动你们。我就罩着他们，怎么了？许梅只是轻蔑看了他一眼，发出意味不明的吵音，就移开了视线，好像是不想与蠢货多说话的样子。这时手机震了震，一个10人小群弹出了消息：姐妹们，这几个特长生挺帅，有的玩了。挺帅的，的确带劲。不过强迫没意思了，不如你们谁追一下，等追到再狠狠甩他，这样不是更好玩吗？玩弄感情可是比玩弄身体还带感。这很带感，玩他感情一定爽。他是战斗系一般周瑜，兽体黑蛇，下注500万，赌你1月拿不下。哎，江佑，佑姐要不要挑一个玩玩？佑姐刚表白被拒，正丢脸难过呢。哦，说来听听，想知道我亲自跟你们说。任务3发布。谁说我没心情？圆月看上的，比一比谁先拿下他。难啃的骨头谁也拿不下，我赌2000万，我赢。任务3完成。原来任务3就是逼我跟他对赌。角落里面的周玉也听到了江佑的任务，他跟人对赌，谁先拿下他。任务4发布。我先走了，你们不用跟了。任务倒计时59、58。江佑离开大礼堂后，就开始找系统坐的花圃旁，他要不小心撞到女主跟席城交谈的很亲密的样子，然后对女主怀恨在心了。喵的，小说里女配轻松就碰到，我绕半天都没看到男女主啊！花圃旁，席城看着这个挡住他去路的平民女孩，有事吗？席同学，谢谢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。这是我妈妈做的点心，不是很贵重的东西，但很好吃，能愉悦心情。希望你吃了也能开心一整天。抱歉啊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收垃圾。你说什么？你手中的食品盒是非食品接触用塑料制品，未符合4806.7帝国强制性安全食品用量标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这么明显的垃圾。这食品盒洗过了，干净的。席城的目光似不经意划过了远处的粉色头发的身影上，又回落到眼前的黑发少女身上。所以按照任务说法，眼前的少女是女主，我是男主之一，且会喜欢上眼前这个人，有点可笑了。席城伸出手，从周岩手中接过了点心，然后拿着那一盒点心当着他的面直接翻转，把点心倒下。垃圾还是倒了吧。席城拿出一张柔软银白的丝巾，擦了下自己的手，也随意扔在了旁边，然后冷漠地从他身边经过离开了。江佑正平缓着还有些凌乱的呼吸，猝不及防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都愣了下来。剧情里他明明会先收下再扔掉，怎么现在直接倒了？男女主不按剧本走啊！晚上，江佑请3个小跟班去请风哥吃饭，意外的是在这里遇到了周岩。客人请慢用。他没有刻意看周岩，更是没有回复，只把他当成普通的服务员。不然按照人设，女主作为他的情敌，他不能表现得这么冷静的。另外一边的周岩刚忙完，在厕所洗了把脸出来，迎面就看到肥壮的一脸猥琐样的经理走了进来。李经理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还有包厢没打扫，我这就去。小周啊，我喜欢你啊。李经理，你别这样，快点让开。周岩，你以为你怎么得到高薪工作的？还想在这里做，就听我的。我滚开！江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早知道不来这吃饭，碰见了不救良心不安。男主应该会来救吧？行，知道了，明天我一定按时到校，得了吧。这 F 一怎么也从厕所门口过，不救女主，剧情乱了，好无助。妹妹宝，加个联系方式吗？啊？什么？男主之一的 F 一问我要联系方式，还对我笑得这么花枝招展。虽然男主这句脸笑得很好看，可以不要这么吓我，好吧？你是这里的服务生吧？这么没规矩，什么身份也敢要我联系方式？啊，服务生？正好投诉厕所不干净有怪味，你现在去看，不然我下次不来消费了。我哪里像服务生？耳聋？小小只语气很拽啊。这个人怎么还不去走剧情？救命！该咬我！谁踹我？
谁踹你？好好看清楚，是老子踹的。龙少，原来是龙少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把这垃圾开除了。是。少爷，别开除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谢谢你。帮我查一个人。新的一天要正式上课了，江佑来到了治愈系一班。佑姐，来这座，来这座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学校就只有4枚金色玫瑰胸针，有一位就在我们班。听说换女朋友如换衣服，没有人能在他身边超过1个月。江佑知道这是谁了 ，F4 中风流多情的一位。这个男主只是因为跟家里作对，故意营造风流形象。他换了那么多女朋友，却连牵过手的都没有。直到上课铃声响起，江佑也没见到这位金色玫瑰胸针的男主。他随意靠在后桌坐着，维持人设的开始拿出各种化妆品，练习他的化妆技术了。江佑后座的桌面被敲了敲。让个座。好的。开学第1天，点一下名，认识一下，也看看有没有人开学第1天就迟到。沈兰没有关注上面，只是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，粉色柔顺长发上。沈兰微扬了下眉头，正想说什么，前面的少女就坐直了回去。剧情乱了！按照剧情，这位多情的男主本应该直接去女主后面的位置坐下的，男主怎么不按剧本走啊？江佑，到。李老师点下一个人的名字，江佑便顺势坐下来。窗边走过一道身影，那人似乎侧头看向了他，正是周玉。他有些紧张走了过去，他的班级就在他旁边。这个发现让他内心生出了小雀跃。好，第1天没有人迟到，老师很欣慰。那就奖励大家一套开学测试卷吧。晚上晚自习我们再来选班级干部。友情提醒一下，这次开学测试卷的成绩会对竞选班干部有加权哦。试卷很快分发下来，他看着桌面综合检测卷，上辈子好歹也是985院校毕业，这辈子文盲了。我这每个字都认识，合起来就是找不到正确答案。这都是什么题啊？以下哪个形态是石铁熊的3级形态 ？A. 棕色小熊 B. 拥有铁皮的棕熊 C. 全身都是铁皮的棕熊 D. 全身都是土的棕熊。4张图片，不同样子的熊。不管了，随便蒙一个。剩下的江佑一个也不会，索性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。20道选择题，江佑却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。后面的沈兰本来不想写的，直接留白卷的，可是他看着前面抓着头发的少女，很是绞尽脑汁的样子，以为试卷很难。拿起试卷一看，这些题目太简单了。他的目光落在前面江佑的试卷上，第1题错，第2题错，好。完美避开所有正确答案，也是个天才。沈兰实在是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安静的教室，她的笑声顿时有些突兀，她克制了下，假装咳嗽了几声，终于挨到了下课。3个小跟班在沈兰离开后才赶过来。佑姐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任务5发布。佑姐，咱们不是去食堂吗？先去堵一个人。谁惹佑姐了？我们帮你。我跟人打赌，1个月内先拿下1个贫困生。你们别说出去，要等那特招生成为我男朋友再说。懂了，我们全力配合佑姐。教学楼的拐角处，周玉刚走过来，临街几个人就围了过来。垃圾！别以为老子放过你了，上次竟然敢打我，不教训教训你，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别乱动！靠！给我打他！为什么每次碰到他都这么狼狈？江佑猝不及防跟男主对视上，只感觉心间发颤了下。没想到自己来堵人，还没堵到就碰到了男主被欺负。这些人就仗着自己有钱的父母，无法无天欺负别人。可她是恶毒女配，她不可以出手救人。你们干什么？我的人只能我来欺负，本小姐允许你们欺负她了吗？江大小姐，你看上这特招生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说话？不要浪费本小姐的时间，你们滚！她留下，我找她有事。不知道江大小姐找她要做什么？咱们佑姐要干什么？还需要跟你报备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耳聋吗？让你滚就滚，那么多废话。江佑一步一步走到了周玉面前。江佑作为恶毒女配，自然是不能屈服的。江佑调整了下表情，高高在上说了句：“喂，本小姐看上你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”周玉听到这句话，眼睫轻微抖了下，黝黑湿冷的眸子动了动，她缓慢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喂，听到没有？
周玉目光落在了他身上，黝黑湿冷的眸子，难辨晦暗的情绪浓聚在一起。他知道这是他的任务，按照任务所说的剧情，他应该拒绝他。好，男主说什么？好，同意了。这让我怎么演下去啊？任务没提示完成，证明我不够强迫啊！他会被电击，骗你的。好啊，你竟然敢耍我！周玉，你养母卖炒饭的，你要想让你养母的炒饭卖得下去，就答应成为我男朋友，不然我就让人砸了你养母的摊子。可是系统没提示完成，江佑听到系统任务倒计时的声音，心情有些焦灼了起来。乱套了，乱套了！这任务完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是不够强迫吗？臭穷酸，你不同意，我就……任务5完成。见鬼，任务怎么完成了？反正本小姐说你是我男朋友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以后我叫他就要随叫随到，不然你就别想好过。我们走。佑姐，那个特强生竟然敢如此戏耍我们，等下午放学，我们就叫杨起那个舔狗带人把他揍一顿吧。现在他不同意当我们佑姐男朋友，后面揍一顿他就识相了。先不用，我有我的节奏。阿江佑，听说你直接去强迫那个特创生成为你男朋友，你是不是对我们的赌约有什么误解？我能有什么误解？是系统误解的。云月是打算让人去欺负周瑜，然后自己犹如天神降临去救他的，治愈他，救赎他。在他心动后甩了他。他以为江佑这个蠢货追人应该就只会砸钱，没想到他比他想象的还要蠢，竟然是威胁且强制爱。蠢货！我说的拿下是让他自愿答应。什么叫自愿答应？就是真心实意成为你男朋友。你这个强迫他成为男朋友不算，要他真心实实爱上才算赢，这样才是玩弄他感情。晚自习所有人都在玩，女主在认真学习，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哟，特招生这么认真学习呢？哇，都预习第2章了！等着，马上砸男主身上了。沈兰在后面睡觉，还能砸到？砸的是我。佑姐，你没事吧？谁扔的？出来！眼瞎吗？砸到佑姐！佑姐，对不起。佑姐，你想怎么搞他？我报复，那不就是抢了男主的戏了？不报复，不符合恶毒女配的人设。天啊，为什么课本砸着我啊？删他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行了，佑姐，咱们去吃好吃的，缓解心情。任务6发布。佑姐，走吗？系统让我骚扰他，不走了。那我们去买桃子奶给佑姐。我可以跳过赶走女主，直接骚扰男主吗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听说你交过很多女朋友，接吻很厉害。怎么？你想试试吗？他怎么不骂我滚？我现任快过期了，你当我下一任，只有1个月保质期，愿意吗？咦，这人手都没牵过，初吻还在，装的挺像情场高手。我想我会是你最后一任女朋友。系统怎么不提示完成？难不成真的要赶女主离开，完成这个才算完成任务？沈兰，你早上发的消息是什么意思？我不要你的钱，只要不分手。出来聊。任务怎么还没完成？是不是还要做一下赶走女主坐她位置这一步骤？坐下。他是好人，上次帮过我。滚！他到底什么意思？原来真要这样，还能这样？1000万不够，再给你2000万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想分手。我是不是说过，这段关系我可以随时停止？钱轻关系轻。我以为我会是不同的，你没赶我走，还送我礼物。虽然没有牵过手，也没有亲过，但是钱从来没有少过。别人都说你是尊重我，才不碰我的。打住，你没什么不同，收了钱就滚吧。再闹，我就让你爸公司出事，倒是没这么简单。好。原来真的只是为了任务啊！骚扰完了就不继续骚扰了。这次成绩令我很意外，这些都是你们高中所学的知识。怎么高中毕业几个月，上到大学就全都忘记了？竟然有人考0分，还有交白卷的。大学了居然还有晚自习？不想晚自习等到大2，玫瑰丽丝制度就这样，不服找校委，把试卷发回去。0分和白卷我不点了，希望态度端正。应该不是我吧？我怎么0分？瞎蒙也能对一个？任务7发布，成为男主沈兰的女朋友。牛马都没系统发任务这么勤的。沈兰是吧？
现在我江佑就是你的新任女朋友，也是最后一任女朋友。好啊，女朋友。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？他怎么这么开心？虽然按照剧情，我的确会成为他的新月抛女友，后面女主就是下一任，也将会是最后一任。可他这个态度实在是太不对了，他应该讥笑、冷嘲啊！女朋友，放学先别走。江佑被吓得心脏跳快了2下。不是，我不就只是个背景板且约炮的女朋友吗？江佑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他便扬了扬眉。好，下课啦，我们一起回宿舍吧。你们先走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江佑突然感觉头发传来一阵触感，沈兰漫不经心地撩着江佑的粉色长发，在掌心把玩。我不就是一个有名无实，1个月后就被抛弃的约炮女朋友吗？男主应该对我毫不在意的，现在他在干什么？教室外走廊，林婉同闺蜜经过治愈系一般，她的闺蜜便揶揄道：“怪不得我们婉婉要走这边，这是过来找蓝少了。”林婉余光似有若无瞟过去，却看到那一幕，林婉心脏剧跳，赶忙抓着小姐妹的手往前快步走去。我跟沈兰已经分手了。江佑看着班级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最后只剩下他们2人，他突然有点害怕了起来。怕什么？我可是恶毒大小姐。他侧过身，缓慢伸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，再慢悠悠转过身，面对着沈兰，手肘撑在了沈兰的桌面，另一只手随意按着她的桌面，自信扬着眉头看向她。你想做什么？接吻。女朋友，你不是想试试吗？江佑真的要绷不住了，难道他拿错了剧本？这才定下关系，然后就提出接吻了？渣男吧？不对，这是不是代表着男主对我不尊重，所以对我并没有多看重？那没错了，就该对我这个恶毒女配这样啊！所以虽然说要接吻，但是肯定没有吻成功的，毕竟男主还要为女主守身如玉的。江佑想到这个，放心了下来，于是他站起来，撑着桌面低头下来吻向她。快要亲到了，天啊，快要亲到了，怎么还不推开我？这时后门被人撞了下，发出巨响。江佑被惊得赶忙直起了身子，看向了门外，却没看到什么人。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差点就亲上了。沈兰没有看后面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满，修长的指腹轻点了下桌面，她的尾巴长了出来。兽人只有在激动的时候才会出现兽化特征。女朋友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2个人都没有提刚才的事了，离开了教室。等他们离开后，楼道阴影处，周玉清瘦孤冷的身子出现在了那里。不是要玩弄我的感情吗？怎么可以在半路去找别人？江佑回到家后，想到那0分试卷，有些受不了，于是他开始恶补了起来。他在网上找了一个老师，按照1小时200新币，在辅导机构找到了一个1对1不用露脸辅导的老师。天啊，有人跟龙少下战书打篮球赛，就是今天，就在中心体育场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多人，好热闹啊！对啊，优姐，你知道龙玉吗？就是咱们帝国的皇太子，还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呢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江佑想回去睡觉，不想去看什么篮球赛。他刚想要拒绝，任务8发布，走吧。几个人兴致冲冲地往体育场过去了。江佑同3个小跟班坐在了看台上，看台所有座位都坐满了。佑姐，那个人竟然是帝国皇太子龙玉！上次我们还说他是服务员，天啊，怎么办？龙少会不会怀恨在心？江佑目光下意识落在了球场上。真不愧是 F1第1男主，这身材这长相没得说。这皇太子上次来问咱们佑姐要联系方式，指定是看上咱们佑姐了，肯定不会生气的。本小姐就知道我的魅力无人可挡，原来他就是帝国皇太子啊！那我也不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你们谁去帮我买1瓶水回来？佑姐，你是打算等下送水给龙少吗？我这就去。江佑扬了下小巧白皙的下巴，当然是系统要求他等下去送水的。反正按照剧情，男主不会收他高傲给出的水，反而收了女主的水。江佑慢吞吞搜寻起女主的身影，果然在堆放矿泉水的地方，女主正吃力地搬着摆放，还看到了同样搬着水的周玉。殊不知他刚收回目光，那边的周玉就停顿了下来，他扭头看向了江佑的方向。江佑正想着剧情，这次还有一个很套路的剧情，就是篮球冲向女主的时候，男主帅气抬手挡住了，然后病娇弟弟在旁边吃醋看着。球场上的龙玉目光一扫，余光在一瞬间被看台上的那一抹粉色所吸引，于是他眼帘一抬，目光就准确无误落在江佑身上了。龙少看我了，他看我了！裁判站在了2个队伍中间，示意双方握手。比赛准备开始了，龙玉看了他一眼，就收回了视线，随意抓着篮球把玩着。龙少，叶姐，我打听到了，对面篮球队的队长是大2的学长，他的女朋友看上龙少就跟他分手了，于是那学长气不过，直接给龙少下了战书。
球场上双方运球、抢球、投篮，一眼就能看出谁的气势更迅猛。随着俊美青年利落的落地，那3分球也投进篮筐，重重砸在地上。裁判吹口哨声响起，龙玉的球队获胜了。女生们都激动地围了过去，一大堆人去给龙玉送水。江佑握着汽水快步走了过去。江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给龙玉送水，他还看了眼女主，发现女主正抱着好几瓶水给每个球员递水。喂，赏你的。赶上了。等下男主接了女主的水，却不接我的水，我对女主就更加怀恨在心了。江佑正等着男主去接女主的水呢，谁知道龙玉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很利落，伸手抓住他递过去的桃子汽水。江佑都有些凌乱了。周岩看到龙玉有水了，手一转便递给了旁边另外一个男生，仿佛只是很平静的当一个送水的工作人员。完了，男女主都不按剧情走了，他们都不按剧情走了，可是我这个恶毒女配还要按剧情走啊！小心，快闪开！不是，篮球怎么砸向我了？应该砸向女主才对啊！龙玉本想伸出手挡住篮球的，他看上的小磁性也被其他人觊觎。你认识他？认识，一个玩物罢了。那天不是不肯给我联系方式吗？现在来给我送水是什么意思？按照剧情，男主接了别人的水，我就该恼羞成怒离开了。江佑只能按着人设自己发挥了。你是皇太子，所以现在配得上本小姐了。哦，那现在也可以加联系方式了，是吗？他不应该觉得我肤浅吗？怎么还要加我联系方式？当然可以。刚才你那句我配得上你了，是不是代表我可以追你了？不行，乱套了，乱套了！应该是我这个恶毒女配不下心追求他，不是他在追求我啊！剧情都乱套了，系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垃圾系统！什么意思？难道妹妹只想吊着我，不想负责？OC 警告！江佑露怯了，而作为恶毒自信的大小姐，她不应该露怯的。一阵电流划过她的身体，就在她无力要摔下去的时候，龙玉抬手抱住了她。本小姐吊着你，是你的福气。这句话落下，电击果然消失了。本小姐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龙玉又听到了那道机械的声音，这次很清楚，证明他之前并不是幻听。周玉在收拾着球场，余光却是一直注意着江佑的。小月，你是不是喜欢江小姐？江小姐半分也不喜欢我。玫瑰丽私校门口，江佑正站在这里等着司机。以往司机都很准时过来的，不知道今天怎么还没有来。3个小跟班也陪着他等着。这时，一辆拉风的红色豪华跑车发出一阵轰鸣，开了过来，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优姐，最近新开了一个酒吧，优姐学习累不累？我带你去玩啊。哟，不邀请我们？哪能啊，都一起去，一起去。很抱歉啊，我们小姐没空去了。我们小姐等下还有事，就不同各位去玩了。你谁啊？你说不能去就不能去？对呀，你是谁？忘记跟小姐介绍了，我叫池川，您新来的管家。以后小姐的一切事务皆由我一个人来处理。您之前的司机我已经辞掉了，以后由我来送小姐上下学。不过以后只有周末才能来接小姐了。您的父母已经收到了您的开学的成绩单，他们感到很不悦，令我给小姐办理了住宿。以后小姐就好好在学校住下，好好学习。我不住宿舍。小姐，别墅已经没有你的指纹了，你回去也是进不去的，这是您父母的决定，希望小姐能好好听话。江佑真的有点绷不住了，这是没有自由了。尽管江佑不是很情愿，却也还是只能跟着池川回了学校，因为财政大权掌握在他的父母手中啊。江佑来到了宿舍，发现管家已经把一切打点好了，他别墅里面的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什么都在这儿了，整个宿舍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舍友也不知道是谁，并没有回来。江佑随意扒拉着手机，4个人的群聊，3个小跟班，跟他一共4个人。姐，真的不出来玩了吗？是啊，优姐，晚上的晚自习我们不上了，直接去玩啊。对啊，那什么管家还能翻天了不成？任务角发布。江佑本来已经打字说不去了，又默默删掉了，重新敲字发出去。你们派人来接我吧，今晚出去玩。江佑一想到自己又要去搞事了，脸上略显忧伤。优姐，这是你喜欢的桃子果酒。江佑余光注意到酒吧吧台调酒的少年周玉果然在这里兼职。优姐，好喝吗？要不要加几片柠檬？江佑正想着任务呢，根本没听旁边的人说什么。杨琪，靠那么近想死啊！我就去上个厕所的功夫，你倒是来抢了我的位置。佑姐身边的位置也是能轮得到你来做。杨启内心骂骂咧咧，表面上还是讨好笑着。林姐说的是，我就问问佑姐想不想要柠檬片而已。小玉啊，那边的客人让你去给他们表演调酒，就只是调酒，不做什么的，你快去吧。你给我过来！干的！
那小白脸是谁啊？你管那么多！客人，我现在给你表演调酒。你今晚不用调酒，我特意包下了你整个晚上，让你今晚不用工作了，就坐在这儿休息。怎么样？你现在喜不喜欢我？周玉没说话，按照剧情，他应该嘲讽他自作多情。他的目光落在他有些过于短的裙子上，他脱下马甲盖在了他的腿上。怎么没嘲讽我？这给我腿盖马甲是几个意思啊？又不冷。按剧情我要灌他烈酒，可他酒精过敏啊。系统催命的声音让江佑没能再犹豫下去。蹲下，谁允许你坐着看我的？蹲下来看我。喝了，不喝完这桌酒，你就别想走。没有人比周玉知道自己喝酒过敏会多么痛苦，可是他任由他一直这么灌自己。他不要命了吗？周玉呼吸变得急促难忍，似有些呼吸不过来，眼眶充血起来，喘息声音变得嘶哑痛苦，一下一下像是要呼吸不过来了，连脸颊也染上了红斑。真是扫兴！杨琪把他送去医院，可别让他死了，死了我还玩什么？江佑一副扫兴玩不下去的样子，直接从座位起身离开了。3个小跟班看到这一幕，赶忙跟着他一起离开了酒吧。玫瑰丽私校门口，学生会纪律部的成员正在记下晚归的学生。江佑被迫停下脚步，下意识扭头看向了旁边的人。记了名才能进去。谁啊？没看到我们佑姐的紫色胸针吗？是你能惹得起的吗？敢记我们的名字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晚归扣5分，哪个班叫什么？哦，吸引我的手段罢了。大一治愈系1班江佑，记吧。会长，继续干活。顾青把这页撕下，手里拿着那张纸，莫名看了下，便放进了口袋。江佑在宿舍洗漱完了，发现舍友还没回来，他正拿着毛巾擦着头发，门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，一个少女背着一个书包，脸色疲惫走了进来。你就是乔婉吧？乔婉有些胆怯点了点头。进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这个人喜欢自己一个人住，我每个月给你100万，你去外面租一个房子住，不许回来。乔婉愣住了，乔婉抓紧了身侧的衣服。他爸爸在工地干活摔下来，被钢筋刺穿身体，需要一笔钱尽快做手术。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今晚有点晚了，明天我再搬可以吗？明天我不想在宿舍看到你的任何一件东西。好，我叫乔婉，你叫什么？我不跟平民交朋友。好。翌日，江佑在本教室上专业课，余光看到周玉从教室旁边走过，便知道他应该是没事了，一直悬着的心也才放下。沈兰是在课上了一半来到了教室，沈兰忍不住伸出手指，轻轻撩起了他垂落在他桌面的粉色发丝，一股清甜的桃子味便扑了过来。他好像有点迷恋上这个味道了，或者说他有点迷恋他，他好像真的想跟他谈了。女朋友，看纸条。于是江佑看着桌面的纸团，上面写着“女朋友，放学钻小树林吗？”江佑愣了一下，拿起笔来写了2个字：干嘛？沈兰抬手抓起桌上的纸团展开了，她邪魅一笑，勾起笔就在纸团上面画了一个简笔小人的画，还是一个过程示意图。第1步，短发小人把长发小人壁咚在树上；第2步，2个小人开始接吻；第3步，短发小人把长发小人抱到腰上继续接吻。江佑看到纸条后，整个人都沉默住了。男主主动的让他有些难以招架。我要不要答应？不答应好像不太符合我追求 F4的人设。答应又有点担心，不会真亲吧？真亲？不可能真亲的。他只是带我去小树林表演一下风流多情人设，肯定不会真的吻上的。沈兰起身来到他身侧，伸出了手。走吧，女朋友。江佑先是一顿，随后又装作很自然的把手放到他手掌上的样子。江佑就这么跟沈兰手牵着手下了教学楼。他们身后不远处，周雨单肩背着书包缓缓跟着。小玉，你也去吃饭吗？一起吧。不吃。这边江佑内心还在忐忑着，就看见沈兰带他去的方向似乎不是小树林的方向。我们去食堂。当然，不然你觉得要去哪里？当然，女朋友想先钻小树林，我自然也是乐意的。本小姐先去吃饭，等下再吃你。你天天吃这个？你又不胖，肉肉的手感也很好。本小姐当然不胖，我只是在追求更美，你自然不懂。你已经很美了。哼，当然，我还可以更美，所以你有我这样的女朋友是你的福气。拥有你这样漂亮好看的女朋友，那真是我3生修来的福气。你知道就好。婉婉，那不是来少吗？来少，
我们婉婉来了，不让个位置给自己女朋友？你是没有把我上次说的话放在心上。看来你父亲的公司和股份，你这个做女儿倒是不太在意。这就是你的新女朋友吗？我就想再问你一句，得到答案后，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，她会是你最后一任女朋友吗？江佑听到这一句话差点噎住。按照剧情，女主才是最后一人。往常他会毫不犹豫地说，女生自然不会是他的最后一人。可是现在他开始思考了，明明他以前不会思考这种东西的。可能会是。可能会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会不会是最后一任，还要看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最后一任。我一定会是你的最后一任。学校超市里面，江佑看着沈兰正在挑选口香糖。沈兰说等下要钻小树林接吻，所以过来买点口香糖。对了，女朋友，你喜欢什么味道？江佑想着男主肯定是女主的，肯定要给女主守身如玉的，所以他们肯定是没有亲成过。买个你喜欢的桃子味儿。他怎么知道我喜欢桃子味？话说为什么要在小树林接吻啊？又不是租不起房，难道是为了刺激？任务10发布。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还吓了江佑一跳。沈兰也听到了，愣了下。又是任务，还要索吻。女朋友这么着急啊？男朋友，吻我。我先吃颗糖，再接吻，好吗？可恶啊！按照剧情，他应该拒绝我的，男主又不按剧情来走了。吻都不会吻，痛死我了！抱歉，第一次接吻不太会，我们再试几次就熟练了。吻技真差，所以需要多练练。嘴疼，不吻了。等一下，怎么系统还没提示完成任务？难道这不算强吻？等下我强吻你，然后你推开我。原来你喜欢这个调调。别这样！哎呀，都说了不行。任务10完成。总算完了，过程全错，结局对了就行。女朋友，接下来是不是该野战了？走了。任务11发布。体育馆里面，游泳课老师教了简单的游泳姿势，还有技巧和要点，便让学生自己进行练习了。江佑双手交叠抱在胸前，坐在泳池边上，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，雪白漂亮的双腿正随意浸在透明发蓝的水里。他怎么总是在勾引我？等下又要骚扰男主，按他腹肌说他勾引我，还要被他摁头下水。一想到这个任务，江佑就觉得生无可恋。他带着任务来，我却居然有点期待。哼，练腹肌就是想要本小姐摸吧？现在成全你了。干什么？不是不让追吗？现在是来干什么？这剧情真的崩得没眼看了。装什么装？练腹肌不就是想要本小姐摸吗？任务11完成。胸肌也练了，要摸吗？哼，本小姐就知道你在故意勾引我。撩了不负责，真的只想钓我，不想负责啊？本小姐钓你是你的福气。柚姐，快看那个特招生，好搞笑，穿点暴露的泳衣就畏畏缩缩的，真是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有好戏看了。周围的人注意到了，但是没人出手帮忙，连老师也假装没看见。接下来应该就是男主登场了。1秒、2秒、3秒，男主也没出现。啊！说好的英雄救美呢？男主们不按剧情走了，女主也不按剧情走了，为什么我这个恶毒女配还要按剧情走啊？任务12发布。扮演恶毒女配真的全天无休吗？江佑离开了体育馆，来到了周玉的班级走廊外，发现教室的门锁了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教室里面便传出了一阵桌子被撞到的激烈的声响。教室里面，周玉被踹破桌子，在地上。听说你很拽呀！江佑听到教室里面传来的声音，一下子明白过来什么了。他又碰到男主被欺负了。江佑刚想进去，云月冲过来抓住他的手。你想抢我的戏？里面的人是我找来打他的。等下我要进去救赎他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江佑站在门口看到这一幕，指尖忍不住缩了缩，有点难受。少管闲事！
竟然还能站起来！江佑眼皮跳了跳，心想着云月这女的也是舍得豁出去，怪不得她之前玩弄的那些清冷贫困学霸真爱上她了。你没事吧？别演了，很恶心，知道吗？云月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，心里惊疑不定。她知道了，怎么知道的？眼看着周玉要离开，云月立刻挡在了她面前。看你什么意思啊？说清楚。我高中在青城一中读过。云月听到青城一中，脸色僵硬了下，因为有个人被她搞跳楼了，那时候闹得挺大的，她家里人给了人家一大笔钱，她便转学了。江佑看着从里面走出来的周玉，眼看着周玉就要从他身旁走过去，他还是按着任务抬起手，横在他身前拦住了他，语气是命令的口吻：跟我一起去吃饭。云月在里面看向了门口，脸色阴沉，心想着江佑这个演都不会演的蠢货，肯定会被周玉拒绝的。好。江佑带他来到了校医院门口。不是去吃饭吗？你这样子难看死了，跟我一起去吃饭简直丢我的脸。你自己进去处理好再跟我去吃饭，做到这儿已经够了，再下去就不符合人设了。他看了眼周玉，就移开了目光，有点看不下去。他真的好惨。周玉看了他一会，才自己走进了校医院。等他出来，本来已经拆了纱布的眼睛，现在又覆盖上了方形纱布。走吧。江佑往前走着，周玉就跟在他身后，脖子上渐渐覆盖上黑色的蛇鳞。兽人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时，会情不自禁出现兽化的情况，也就是情不自禁发情的状况。怎么样？你没吃过这么贵的食物吧？本小姐对你这么好，你现在肯定很喜欢我了。别再给本小姐耍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了。任务12完成，总算松口气，还好只是一起吃个饭。很喜欢你。江佑正专心吃着饭，听到这句话愣了下，以为自己幻听了。刚才一定是幻听了。江佑回到宿舍，手机震了震，低眸就看到10人群发消息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江佑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我赢定了，你们的钱我全收下了。接着他又给周老师发了消息，由于连麦的原因，江佑没能听出来这是周玉的声音。这位老师很年轻吧？声音好好听，耳朵都要怀孕了。哼，周玉敢拒绝我，我要让你尝尝被玩弄后崩溃的样子。怎么开得这么快？小姐，驾驶系统有问题。听说林月出车祸住院了。他第一时间联想到了周玉，因为周玉是一个背后咬人极痛的毒蛇，所以极有可能是男主周玉做的。他觉得云月也是罪有应得。柚姐，快抄作业吧，明天要交的。字挺好看的，谁的作业啊？学习委员的。许彻看到江佑的名字，停顿了下，又若无其事，把作业本摆整齐。柚姐，咱们出去玩吧。任务13发布，可恶，剥削实在是剥削！这个恶毒女配怎么每天要做这么多任务？那就去找周宇玩吧。许彻轻身过来，捡起了地上的笔，私下意识抬眸看了他一眼。刚才那个男生是谁？就是学习委员许彻啊，他也是个特招生，挺识相的，主动把作业给我们抄。江佑听到许彻这个名字，后知后觉想起来，这也是男主，也是女主的竹马。后面他好像也要故意抢女主的竹马。周玉正在写作业，刚抬头，他的作业本就被抽走了。少女直接一屁股坐在了他的桌子上。写作业呢？这次的任务是骚扰他，不让他写作业，还要执着问他喜不喜欢他，逼迫他亲口说喜欢他。你裙子太短了。喂，你现在很喜欢我吧？班级其他人都注意到这里的情况了，似有若无的目光看过来。喜欢。他怎么说喜欢？应该说不喜欢啊！哼，快说喜欢我！你不喜欢我，我就撕了你的作业本。不喜欢我，欲擒故纵罢了。哼，本小姐这么美，你不可能不喜欢我。任务13完成。按照剧情，男主是说不喜欢他的，可是江佑隐隐察觉，男主要不按剧情走了，只能打断他，自己快速演完独角戏。柚姐，刚才那个周玉想说的应该是喜欢你。哼，你不用管。我有我的节奏，本小姐自然知道他已经深深爱上我。江佑回了宿舍，他洗完澡，正在吹着头发，宿舍门被敲响了。学生会检查，违规电器检查。会长，这些都是查出来的违规电器，没收了。任务14发布。两人都听到了系统声音。哎，你喜欢我吧？
上次故意在校门口堵我，吸引我的注意力，现在又故意上门收我电器来见我，这么喜欢我啊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给你一个联系方式好了，加吧。任务14完成。他毫不犹豫的直接扫码。江佑愣了下，男主又不按剧情走了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顾青便低眸在手机上操作了什么，说了句：“处罚警告已经发给你了，注意查收一下。”原来加我是给我处罚警告啊，还以为真的是自己太有魅力了呢。晚上10点到12点，江佑又开始连线跟着周老师学习了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的兽魂是什么？冰破蛇。我的是治愈粉猫，没作战能力，只能治疗。会进化的，以后未尝没有可能觉醒第2兽魂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江佑抬起一只手掌，根据所学的召唤兽魂方法，很快左手掌心便多出了一只透明粉色魂体，是一只小粉猫，全身都是粉的。我有2个兽魂，是魅惑系。江佑收回了魂体，打算睡觉了。他刚爬上床，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男朋友，1天没见就想我了？还以为你能忍住2天才打电话过来呢。沈兰刚外交回来，便坐在书房处理了一些事务。此时他听到江佑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应酬喝的酒有些热了，后劲上来了。他伸手扯了扯自己的领带，松了松领口。我想你了。不愧是男主，声音真好听。我只是1个月过期的女朋友，别想太多，别想太多。我就知道你会想我，毕竟我这么美。准备睡了吗？你喝酒了？喝了一些。那就早点睡吧，本小姐也要睡觉了，不说了。不许。干什么啊？想看看你。打开摄像头。我不是个背景板女友吗？1个月后就过期了呀，真谈啊？不了。江佑的话没说完，系统的声音就响起。UOC 警告。好啊，我也想看看你。江佑违心说了句，他调整了下表情，摄像头打开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江佑内心麻木，明明男主们应该对他的勾引无动于衷的，这让他怎么更加主动？我就知道，毕竟本小姐的魅力无人可挡。宝宝，看看腿。男主比我这个恶毒女配还主动，好看吗？是不是很喜欢？宝宝，把睡裙再撩高些。真的要绷不住了，过分了，真的过分了！啊，好像不小心关灯了，好困，睡觉了。好，睡觉吧，女朋友。第2天，江佑趴在桌上睡了一上午，坐后排的许彻也看了他一上午。佑姐，下课了，走吧。3个小跟班同江佑从许彻的身边走过，许彻手里拿着笔，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江佑同小跟班本来要去食堂的，杨启又同自己的好几个狗腿过来找江佑。佑姐，今天有空一起去吃个饭吗？佑姐，你想不想去？走吧。佑姐，你踩我翻过去吧。佑姐，我们先爬上去，等头拉你。你来。佑姐，你别怕，这墙一点都不高的。等下我这个身高站起来，就都可以直接跨腿坐在上面了。佑姐，我这就翻过去接你。来，佑姐。佑姐，你太轻了，等我带你去吃多点好吃的。江佑余光一瞥，看到一个高大的青年，长得超正啊！男女朋友，这么亲密的距离。应该是。靖哥，那个欺负咱颜妹的是谁？咱们这就去干他们。几个有钱的杂种罢了。喂，杨启，刚才那个红发帅哥是谁？你认识吗？那个人啊，体育踩脚生免费进来的，也是个穷鬼，经常打架斗殴，除了体育好点，一无是处。这半天，江佑都没听到系统颁布任务的声音，整个人心情都不错。所以食堂里面，杨启伺候着他吃饭，他脸色都很好。他送江佑回去的时候，又好巧不巧的遇到了周进他们回来。哥，你在看什么？快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他说着，便下意识顺着周进的目光抬眸看过去，好似看到有一道熟悉的身影。你认识他吗？谁？没什么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我等下自己处理伤口。下次有人欺负你，哥再帮你揍回来。颜妹再见。佑姐，快看你的桌面，好多封情书啊！把这些垃圾都拿去扔了吧。好嘞，佑姐。上课了，老师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学习委员许彻。学习委员，把小白鼠发下去。今天的课就是治愈小白鼠的伤口。啊，我的天，晕血症有些犯了。我的兽型就是小白鼠，有点受不了。以后你们去1区工作，见到的会比现在还恐怖，早点适应。
柚姐，用这个来放。治愈系魂兽不同于战斗系魂兽，不能召唤出来战斗，只能像玉影出现在身后。现在尝试召唤魂兽治愈小白鼠，怎么做？上节理论课教过了，不记得翻书。任务15发布。江佑听到任务，嘴角扯了扯。柚姐你好厉害，魂兽好大只。天，快看班长的魂兽！任务15完成。这个任务就是让他被女主打脸，而江佑作为恶毒女配，更是因为这件事加深了对女主的厌恶，所以按照剧情，他后面要开始扭曲针对女主了，然后每次都被打脸。柚姐，我们带您去玩呗。不去，我要回宿舍睡觉。等放学给那个特学生一点颜色瞧瞧，叫杨琴那个舔狗过来。晚上自习不去了，就在宿舍连麦学习。任务16发布。晚自习，学习委员许彻坐在了讲台后学习。虽然是明面上是来看纪律的，但是教室依旧不安静。许彻也并不管纪律，毕竟他只是特招生。许彻，写完了没有？写完了拿来给我们抄抄。这本作业本很快就到了江佑的手中。等作业抄完，就准备做任务了。另外一边，杨启才从医院出来，整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正在骂骂咧咧着，正不爽呢。刚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发消息过来，一低眸就看到了江佑发的消息。他之所以刚从医院出来，纯粹是因为今天下午放学，于林他们让他带人堵了个女生，要给那个女生一个颜色瞧瞧。杨启自然是二话不说，就带人去找了那个女生的麻烦。谁知道刚好碰到了那个女生的哥哥周进，还带了一帮小弟过来，两帮人刚好遇上。杨启麻烦没有找上，反而他们自己被人家哥哥揍了一顿。正在晚自习，杨启大大咧咧就走进了江佑的教室，目光很快找到了江佑，直接走到了江佑身旁，手里拿着一瓶桃子汽水，就放到了江佑的桌面上。你戴着墨镜和口罩干嘛？过敏了，脸有些肿。江佑看了眼杨启，有些乖觉蹲在他旁边，一想到自己等下要对他做的事情，就开始愧疚了。他的任务是要他跪在这过道，让他痛。按照剧情人设，他因为被女主打脸了，心情不好，所以找杨启这个舔狗当出气筒出气。然后女主看到江佑的行为，看不下去便出声制止。因为女主这举动，他的舔狗对女主产生了一丝异样心情，这也是为了后面舔狗反水成为女主的人做的铺垫。女主周岩去送作业还没回来，江佑要在女主回来的时候让杨启跪下，再让她痛。系统没说怎么让他痛，等下踹他一脚应该可以了吧？柚姐，不开心了是吗？等下女主回班级要回座位的话，肯定要经过这个过道的。柚姐，别不开心。我还没叫他跪，他怎么自己跪了？周岩这个时候刚好回来了，他抬脚踢了踢他的膝盖。疼吗？不疼。这样子都不疼？他又想到一个让他疼的方法，江佑伸出手一把掐住了他脸颊青紫的肉，一下子用力。疼吗？疼。任务16完成，该来制止了。周岩看到这一幕，默默从后门离开，然后从前面走回了自己的位置。他明明很享受。江佑发现女主没有出手，还选择绕路回自己的座位，他沉默住了。按照剧情，他应该感到羞辱的。你走吧。江佑踢了踢他的膝盖，似乎不打算跟杨启多说什么了。佑姐，出完气了。你走吧。真不跟我逃课去玩吗？江佑不再理他，杨启只能离开了。走，找多点人去找那个周进。靠，羡慕老子长得帅，一直打老子脸。怎么了，男朋友？想我啦？想你了。本小姐这么美，你想我是理所当然的。今天做了什么吗？就简单上课啊，还能干什么？买了一件礼物送你，收了吗？礼物？今天看到一条项链，觉得挺适合你的，就买了。应该到宿舍门口快递口了，明天记得收。现在睡觉。柚姐，我拿来了你的快递。这是令新出的限量版极钻项链，价值1亿多，全宇宙只有3条，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的。不愧是柚姐，这种限量版项链都能买到，那是自然。那个周岩得罪了陈少，听说陈少今天要去砸他爸妈的小吃摊儿。杨启那个舔狗真没用，堵人都堵不到，还被人打了。你们叫杨启去堵了周岩，怎么回事？柚姐，我们只是想给你出口气，以后不能擅自行动，什么都要跟我商量才行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发现又是豪门10人的群。
这白丝丝总问妓女。当然。任务18发布，果然有剧情。明天你们就看好了，就在我的宿舍楼下，他会过来跟我告白。